國領導人鄧小平喺上個月曾經2次同到訪嘅客人表示咧，要喺出年上半年同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見面，成為舉世矚目嘅新聞。咁其實喺過去10年嚟，兩國已經開始謀求改善關係，結束廿幾年嚟嘅冷戰。咁如果中蘇高峰會議真係舉行，就標誌住兩國嘅關係已經衝破障礙。究竟呢兩個原本係友好嘅同盟國家喺關係破裂之後，重新尋求和解嘅途徑係點樣呢？我哋嘅蘇聯採訪隊咧曾經探討過，一齊睇下。蘇聯係世界上面最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家之一。1949年嘅10月3號，中蘇咧就建立咗外交關係。49年12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同蘇聯領袖斯大林舉行會談。直至到50年嘅2月14號，毛澤東同斯大林呢就簽訂咗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時簽訂嘅仲有長春鐵路、旅順同埋大連嘅協議，以及係蘇聯貸款俾中國嘅協定。以後幾年，蘇聯呢就幫助中國建設156項重大嘅工程，成為中國第一個5年計劃嘅重點項目。之後，蘇聯呢又協助中國增建55項工業同埋企業。喺呢個時期啊，係中蘇關係最好嘅時期。蘇聯呢亦都俾中國譽為係老大哥。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上台，中國同蘇聯呢仍然係維持友好同盟關係嘅。1954年，赫魯曉夫率領代表團到中國參加5週年嘅國慶慶典，同毛澤東舉行會談，又簽訂咗貸款以及係建設企業嘅協議。到1956年，蘇共20大之後，毛澤東同赫魯曉夫就發生意識形態上面嘅分歧，關係開始惡化。不過1959年，赫魯曉夫再次訪華嘅時候，仍然係受到毛澤東隆重接待嘅。但係赫魯曉夫返國之後冇幾耐呢，就喺60年嘅7月，蘇聯宣布1個月之內撤走喺中國嘅1000幾個蘇聯專家，又撕毀咗各項合同以及係科技合作項目，對中國嘅經濟建設造成咗好大嘅損失。中蘇之間嘅關係呢就正面惡化。到1966年，兩黨係更加斷絕咗關係。1969年，中蘇邊境發生著名嘅珍寶島事件，造成咗連串邊境嘅武裝衝突，雙方都有死傷嘅，兩國嘅關係就達到尖銳對視嘅局面。此後，雙方就不斷罵戰，中國將蘇聯形容為修正主義者，係屬於要打倒嘅對象。70年代末期，中國打倒4人幫之後，中蘇開始謀求改善關係。79年開始展開關係正常化談判，不過中國所提出嘅3大障礙呢，始終都係唔能夠解決嘅，政治上面冇大嘅進展。不過1984年，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訪華，咁兩國簽訂咗經濟科技合作協議。之後，兩國政府嘅官員就多次互相訪問同埋會晤，貿易文化嘅交流亦都係慢慢恢復。貿易係兩國開始重新接觸之後發展得最快嘅，邊界貿易呢就尤其發展得非常迅速。喺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同蘇聯哈薩克共和國交界嘅霍爾果斯海關關閉咗23年之後，亦都喺1983年重新開放，使到兩國嘅貿易額大量增加。呢一種喺邊界以物換物形式嘅貿易呢，83至到86年之間就增加咗20倍。蘇聯同埋中國經過30年嚟嘅冷戰，雙方咧而家正在係謀求克服歧見，改善雙方嘅關係。喺蘇聯嘅首都莫斯科呢度，以至到係中蘇邊境呢，我哋都係可以見得到中蘇尋求改善關係嘅新路向嘅。呢一條呢，就係通去中蘇邊境霍爾果斯海關嘅公路。邊境海關係中蘇關係改善之後最早恢復俾民間交往嘅。喺中蘇交惡期間，人民過境只有喺滿洲里嗰度過關。而住喺哈薩克共和國嘅維吾爾人同埋哈薩克人，要過境去到中國嘅新疆探親，就要繞過幾千公里嘅路程先至可以去得到。1981年喺新疆探親嘅蘇聯人呢，只係得4個。
1983年，霍爾果斯海關重開，以及係雙方政府放寬人民探親限制之後，兩地過境探親嘅人呢就大量增加啦。我哋去到嘅時候，啱啱遇到一批中國新疆嘅維吾爾人喺蘇聯探親之後，等候過關返去中國。呢批人呢都係20幾年嚟第一次過嚟探親嘅，返去嘅時候都帶咗好多喺中國好難買到嘅大件消費品。好似住喺伊犁嘅莫克蘇木呢一家人，佢嚟探親3個月之後，就連電單車都帶咗一部返去。比中國便宜。比中國當然便宜。啊，你們大約多少錢過來啊？從中國嗎？啊，對。我們是200。200。嗯。 200美金。200美金。你們規定可以換多少美金過來的？一個人500嘛。一個人500。啊，就是500米。500美金。啊，過來買東西便宜，比中國便宜嘛。對。唔單止係電單車，咁大個嘅雪櫃呢，佢哋3個人亦都想帶3個返去中國嘅。啊，這冰箱放回去，不帶了這個。啊，不帶了這個。啊，不許你帶還是什麼不帶？帶了，多帶了一個吧。買了多少回去啊？帶2個冰箱。2個冰箱。過探親要批准嗎？啊，要批准。有護照的是嗎？嗯。啊，困難嗎？申請？哎，不困難現在。你以前經常過來是不是？哎，沒有，第一次。啊，批准了多久啊？那個我不知道，那個我爸爸辦的手續，我們3個人，我爸、我媽、我們3個。以前不許你們過來是吧？那個我不知道。啊，給了。你們申請，你們一家人申請護照困難嗎？困難？沒有困難。沒有困難。然後寫個申請書，啊，馬上就給你出一個護照嘛。嗯。護照辦了以後，北京去，他們那個簽證就行了。比如說來探親有什麼限制沒有？比如說沒有繼續簽期不可以過來，這是不是？啊，就是。啊。除咗嚟蘇聯探親返國嘅中國人之外，我哋亦都遇到一批喺中國探親之後啱啱返嚟嘅蘇聯人。佢哋同返去嘅中國人一樣，佢哋喺中國呢亦都係帶咗大批嘅手信物品返嚟嘅。佢哋所帶嘅大部分都係喺蘇聯缺乏，而喺中國呢就可以買得到嘅日本電器。據霍爾果斯海關嘅負責人對我哋話，近3、4年嚟呢，經呢個海關過境嘅人就越嚟越多。舊年1年就有4000人經過呢度出入境，比4年之前呢係多咗4倍㗎。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啲人帶大量嘅行李，遲啲啊，相信要起過一座大啲嘅海關大樓呢，先至可以應付到需求啦。而家每年由蘇聯去中國探親嘅比由中國過嚟嘅人多，因為蘇聯人喺中國有親戚嘅係比較多嘅。不過到而家為止呢，單純係個人嘅旅行，兩國都係暫時唔發簽證嘅。以前喺呢度過境嘅旅客要喺兩國嘅邊界線嗰度轉車，非常之麻煩嘅。由舊年6月開始，兩國就簽訂咗協議，每個月兩國輪流派呢啲客車直接行走兩個海關之間，免咗轉車嘅麻煩。不過呢啲車每日只係得2班，所以每班車都係逼到滿先至開車㗎。蘇聯外交部嘅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局局長吉列夫話：中蘇關係惡化20幾30年嚟，外交同埋貿易都未曾斷絕過嘅，而雙方關係改善，邊境嘅交往呢就係最早恢復㗎啦。Как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Китай сейчас занят построением самого гума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Обе страны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мирной,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й внешне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которая позволила бы сконцентрировать усилия на внутренне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Поэтому,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и выгодно развитие связи между приграничными районами, областями, провинциями Китая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мне хочется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сегодня, что вот все, что произошло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5-6 лет, это результат взаимных усилий именно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Взаимных усилий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吉列夫強調啊，蘇聯係真心希望同中國關係正常化㗎。而喺外交談判未有結果之前呢，兩國正在係不斷加強文化嘅交流，以及係民間嘅聯繫。而首先要處理嘅就係天然資源、交通、聯絡以及係生態學嘅問題。只要加深咗相互嘅了解，任何嘅障礙都係可以衝破嘅。喺下一節，我哋就會喺蘇聯從多個角度去探討一下而家雙方民間交往嘅情況，以及係呢啲交往點樣加深咗兩國人民之間嘅了解。而家睇緊嘅就係蘇聯唯一一間中國飯店北京飯店嘅中國歌舞表演項目，係今年2月先至開始嘅。雖然所演出嘅同中國傳統嘅歌舞就差別好大啊，但係始終都係有多少氣氛嘅。莫斯科北京飯店可以話得係中蘇關係嘅寒暑表。當年中蘇關係最好嘅時候呢，中國曾經派廚師嚟幫手提供真正風味嘅中國菜。而當中蘇交惡，中國就召翻所有嘅廚師。不過82年中蘇關係開始好轉啫，北京飯店咧就耗資咗150萬盧布請中國嘅公司嚟到重新裝修。而家更加係同北京嘅北京飯店簽約，組成全蘇聯第一間中蘇合營企業。到出年2月，中國又會再派30個廚師嚟幫手，使到蘇聯人呢又可以嘗試到真正中國式嘅食嘅文化。除咗企業之間嘅合作之外，舊年開始咧，中蘇兩國政府就准許各個地方級嘅政府可以發展直接嘅聯繫。我哋喺列寧格勒嘅時候咧，就啱啱遇到一團北京市森林公園考察團喺度參觀訪問。團長單超祥話：呢類嘅交往對於專業知識嘅交流係好有幫助嘅。這個呢是不言而喻的嘛，是吧？相互借鑑、相互學習，當然這都是這是過去多少年這是沒有的，所以像我們這個團是第一次，當然這個雙方都有了，就是屬於這個民間的什麼專業啊交流這一部分，是不是？哎，這是業務的。肯定那個交流，那個互相的了解肯定是加深了吧？政治的不談，那個我們沒這個任務，這個國內呢也沒交代這個任務。米洛夫係呢個團嘅陪同，亦都係莫斯科市外辦人員。佢對我哋話：自從舊年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應莫斯科市長嘅邀請訪問之後，雙方已經係互相邀請各個市嘅事業單位進行業務訪問。日後呢類型嘅活動係會更加多嘅。呢一度咧就係著名嘅莫斯科大學，中國新一輩嘅領導人好多都係喺呢度畢業嘅。60年代開始，中蘇兩國就停止互派留學生，到1983年先至再次恢復。而家喺蘇聯有300個中國留學生，大部分呢都係喺莫斯科大學呢度嘅。同我哋傾緊偈嗰位黑龍江大學俄語系教授趙先哲呢，佢59年喺莫斯科大學讀完研究生翻去中國。喺黑龍江大學嗰度任教俄語，佢嘅學生李岩呢，而家係莫斯科大學俄語系嘅3年級學生，而趙先哲呢，就係個幾月之前先至翻嚟呢度做訪問學者㗎。你現在可以再來數年，主要就是中蘇關係改善以後，你才有這個機會了。是的，要不改善的話，沒這機會了。對。你在60年代時候已經沒有這個希望，沒有這個期望可以再來了。沒這希望，沒這希望啊！我這個提出到蘇聯的這個申請吧，是在達達斯邦以後。我自己當時就認為呢，有可能了。在這以前我沒想過這個事，根本不敢想。啊，你跟他們接觸，覺得蘇聯現在對中國的看法是怎麼樣？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我初步感覺吧，好像是這個他們很想了解中國，特別是改革以後的中國呢，對他們來講是一個未知數，他們很想了解到底中國發生什麼變化。
李岩就話咧，透過佢哋呢啲新一批嘅中國留學生，使到蘇聯人對中國有機會重新認識。那麼說以前沒有差不多30多年沒有中國同學來練習的啊。你們第一批來的時候，他們對你們這邊印象是怎麼樣？他们对我们呢，怎么说？当时因为好多年没有中国留学生在这儿了，所以当时我们说我们从中国来的呢，他们都认不出来，觉得呢亚洲人呢长得都一样，所以呢就把我们当成日本人或者越南人，就是看我们就是比如说要穿得好一点呢，他就认为是日本人；穿得不好呢是那个越南人。但是就随着就是两国关系的好转哈，派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了，中国人呢也是在这越来越多，所以他们怎么说？中国人呢现在也能认出来了。苏联人和苏联同学呢，那个对中国来说呢，还是怎么说挺向往的。以前呢，他们对中国吧特别不了解，就是那个怎么把一些就是看法呀、印象都停留在40、50年代。就后来我们就是中国人来了以后，就是两国关系恢复以后呢，那个怎么说呢？给他们一些展览会呀，给他们开了一些展览会了，放了一些电影啊，他们逐渐的就了解中国了，所以对中国的兴趣呢也就越来越大了，都希望呢以后能到中国去旅游一次。我是学生，我7点钟起床，7點半洗臉吃飯。10歲嘅域陀學咗中文已經有3年，佢係莫斯科2間中文學校裏面300個學生嘅其中一個，而家已經識寫簡單嘅中文，不過中文會話咧就唔係咁流利嘅。域陀呢一家人有中國血統，域陀嘅爸爸細個嘅時候亦都識講少少中文嘅，但係因為佢俄羅斯嘅媽媽唔準佢學中文，到而家咧已經全部唔記得晒。而家中蘇關係好轉，佢又想佢嘅仔域陀學翻啲中文。域陀嘅曾祖父孫有成咧係中國人，1952年嚟蘇聯，當年由邵天任簽發嘅中國護照咧，佢哋仲保留住嘅。域陀嘅爸爸話：佢冇強迫域陀去學中文嘅，只係誘發佢對中文嘅興趣。Нет, у нас было, так сказать, разговор. Я ему рассказал историю. Кстати, у нас есть еще здесь дальни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которые тоже вот мы здесь. Вот. И когда мы послушали музыку китайскую, вот, он понравилось, что язык очень мелодичный. 蘇聯共產黨宣傳報紙《真理報》近幾年嚟咧，隨住中蘇關係嘅改善，亦都加強咗報導有關於中國嘅新聞，尤其係中國嘅經濟改革。不過，《真理報》嘅編輯委員姆斯連尼科夫就話咧，佢哋嘅42個駐外記者分別住喺世界各地，但係中國咧就一個都冇，因為中國政府暫時仲未批准佢哋重新派記者住喺北京，所以而家報導有關於中國新聞嘅時候咧，都係靠西方嘅通訊社電訊，又或者係節錄中國嘅報章雜誌。佢話中蘇對峙對雙方都係絕對冇好處嘅，而佢仲好清楚咁記得年青時候中蘇友好嘅情形。We would, as young boys and girls of late teens or beginning of 20s, we would have our public meetings or some, say, cultural affairs, and they would go outside, took each other by hand, and would march near American embassy, write that Russia and China are friends forever, and you bloody imperialists are sitting there. And Stalin and Mao are listening to us. Yes, there was a very popular song when I was student. 蘇聯東方學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蘇海秋教授話：中蘇兩國要改善關係，首先就要加強人民之間嘅了解。有咗相互了解咧，咁就唔存在任何嘅障礙。而過去幾年嚟，各種嘅交往係正確嘅，速度亦都適中，對於兩國真正關係正常化好有幫助。發展的速度，我看，從我的個人的看法，我不知道這外交部怎麼樣，我想是過的。不能把這個過程，這個人為的推進，不能讓它當自然而然的發展下去。如果沒有什麼，當然，在中國方面也好，在我們方面有什麼根本的變化呢？如果這個事情是好像他們現在發展下去的，
过几年呢就可以说情况这个完全变成了。当然，他们不会到这个50年初的这个也不需要，这不需要。问题是50初的时候，我们关系成熟的，所谓成熟的很快，所以发生了崩坏。如果慢慢的发展，不会发生这样的崩坏啊。现在我们不能再做這樣的錯誤啦。而家喺莫斯科嘅每一個報攤都可以買到中國嘅《人民日報》，而喺好多嘅大書店呢，亦都係有專櫃去到賣中國出版嘅各類型書籍嘅，使到蘇聯人可以直接咁了解到中國。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公開表示過，要同蘇聯發展一種新形式嘅關係。由我哋喺蘇聯見到嘅各種關係改善路向睇嚟，只要兩國人民加深了解，係可以慢慢咁發展出一種有別於50年代嘅新關係嘅。